他来干啥？没说。莫非还惦记着吴家大当家的位置？这吴家东院都没有了，还有啥吴家大当家的啊？哎，他要是管你借钱，你可千万别答应他。反正我就在这儿，你要是拿不准，就出来问我。哦。三叔，啊，周莹啊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吧。就算我同意，我二哥和四弟也一定不会同意。三叔，我今天来，不是为了吴家大当家的事儿，我是想跟你商量，我们东院想把3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管。你说什么？东院占股70%，照理说就应该我们东院自己打理，但以前东院生意太多，照看不过来，所以委托给了三叔。但现在东院也没什么生意了，所以就不劳烦三叔了。我等，谁跟你说东院占股70%？你、二叔还有我爹，当初开办的时候，那白纸黑字上都写着呢，还盖了示意堂大印呢。难道三叔忘了？这事儿是有，但是前段日子大哥已经卖给我了，也是白纸黑字儿，还是我大哥亲笔写的。加盖示意堂大印了吗？按照吴家的规矩，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的契约都不作算，所以那70%股份现在还在我们东院名下。跟周莹谈完了，哎，他来做什么呀？哎，找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契约上确实没有示意堂的大印啊。我问你话呢。周莹说了，这张契约不算数，那70%股份还归东院。他说3元典当行要收回去，要自己打理。凭什么不算数啊？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怎么能轻易反悔啊？但是按照我太爷爷定下的规矩，兄弟间的所有契约往来必须加盖示意堂的印才算数。夫人，你看，这上面就少这个印啊。还真有这规矩啊3元典当行还得归东院。那可不行。这几年你干一样赔一样，怎么就指着这典当行挣点钱？要是还给东院，我们吃什么？可这是老规矩啊。你就说你不知道，那能行啊？反正你就一口咬死，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不能改了。哦。哦。三叔，你找到那契约了吗？的确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吧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什么示意堂大印？什么规矩？我不知道，没听说过的都不算数。反正3元典当行已经归我们南院了，谁也别想拿走。三爷。
哥就说过，这笔账一笔勾销，我就觉着不妥。啊，现在你又说，这个契约上没加盖十一堂的大印不作数，这个我也认。四叔，那张契约还在不？在。中央，你放心啊，这5000两银子呢，四叔绝不会赖账。哎呀，只是啊，这以前生意做的不大好，钱基本都亏完了。现在我们中院呢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土布作坊，能勉强度日。这以前大哥体恤我，从来没问我要过钱。当然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东院的光景也不怎么好，啊，也缺钱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商量一下啊，以后我们中院每年还你10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哎，周阳，哎，你把这印盖上，这钱我可就不还了啊！我知道。四叔，请一笔银子可重要多了，是不？那是。周英，你说的没错，吴家的确有这个规矩，没有加盖十一堂大印的契约，全部不算数。这契约拿回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二叔，我今日来，不是为了追讨这些客商，以及这些客商手中的应收账款，我只是想请二叔来主持一个公道。什么公道啊？